所谓的西湖是当大河汇入大海时形成的环境。西湖形成于数千年前，发源于意大利西北方阿尔卑斯山路的波河，自西向东奔流600多公里，沿途冲刷两岸与河床底的土壤，夹带大量的泥沙，滚滚黄水向东流，直奔意大利东北角，才汇入了亚得里亚海的海湾。当波河流入海湾时，流速渐渐平缓，水流将成吨的沙尘泥土排入海湾。多年来，这些沉积物堆积起来，形成数百个沼泽中的岛屿，这可能是地球上最柔软的沉积物。当这种沉积物与水融合之后，就变成了松散的淤泥。每个突出西湖水面的岛屿，表面都铺满了这种类似液化土的淤泥层。一位体重65公斤的人站立其上，都会因为重力的影响而产生双足深陷泥沼的窘状。在表面数十公分的淤泥层下方，则是厚达数公尺的粘土层。这种粘土质地细密紧致，就如同软质的橡胶层一般，厚实的沉积在水底。那么，威尼斯人是如何在这些看似不可能建设的岛洲上建造了这座城市的呢？他们利用了自己的领土和其上各种可用的资源，但由于西湖区没有森林，从周边各国输入木材制成木桩，再利用木桩入水不腐的特性来铺设打造地基桩。首先，他们将想要建设建筑物的地基周边打入木桩，圈围成一个底基不再变形的方块。接着，依照建筑物的承重墙下方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木桩被打入了水面下的淤泥层和粘土层，彼此以15厘米的距离紧密地排列在一起。而这些紧致细密的粘土层将这些木桩群如同一把筷子，被许多的橡胶圈捆扎在一起，形成了水面下软土层中的方阵形坚固基础。最后，在上面铺上木板和不透水的石块，构成了坚实稳固的地基。然而，总长度48公里蜿蜒的运河在岛屿间形成裂缝，使其周围的建筑物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威尼斯的运河是由流经岛屿之间的水道所形成的，最大的大运河长达4公里，在其沿岸有170座房屋。位于水边的建筑物如果地基崩溃，就有崩塌的风险。例如，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在面积上最大化了威尼斯岛群上的每一块土地，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威尼斯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又为何发展得如此富有？这座城市最伟大的地标之一 Rialto Bridge 可能包含了一些线索。这座古桥是一个工程上的奇迹，两端的桥墩由12000根木桩垫底支撑，阻止了总重1万吨的桥墩沉入泥泞的地面。巨大的石块在两端的木桩上形成坚固的基础，一个单拱的造型由石灰石建成为跨越大运河的桥梁。大运河将威尼斯分隔成东西两部分，此处河面的宽度超过了60米，是威尼斯最宽的大运河河面。桥梁的完工将威尼斯东西两部分连接了起来，两排拱状的顶盖使这座桥变成了一个市场，不但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批此类工程的杰作。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充分发挥每一块土地的价值，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他们在看似不可能建造的土地上建造了一个宏伟的城市，并用创新的工程技术克服了建造水上城市的种种困难。威尼斯的成功故事既是工程技术的胜利，更是商业智慧的典范。不过，威尼斯的成功和繁荣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困境。威尼斯是一座建构在水上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面临了严峻的地层沉降和气候变化的威胁。时至今日，威尼斯的挑战并未结束。除了建筑结构上的困难之外，这座城市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全球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威尼斯的城市建筑建立在软弱的地基之上，这种地基容易受到建筑物自身重量的影响而产生沉降，平均每年下沉1到2毫米。威尼斯实际上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下沉。此外，威尼斯早期曾依赖于众多广场上的水井作为淡水来源，多个世纪以来过度的抽取地下水，导致岛屿下方的粘土和沉积层压缩下沉，进一步促使了地层沉降的发生。为了应对这种情况，50年代和60年代时，这些水井就被官方所禁用了，而由本岛引来自来水，以供应岛上居民使用。除此之外，更严重的问题则来自于高水位的现象，在意大利文中称为 acqua alta， 这是由全球暖化、潮汐、强风和海水周期性运动的结合引起的现象，这导致水位上升。尽管这是一种可预期的自然现象，
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高水位事件发生的越加频繁和严重。2019年，水位升高的现象达到187厘米，是有史以来第2高的洪水记录，造成平均海拔高度只有1公尺的威尼斯，超过80%的市区被淹没。这对游客来说可能是一场奇观，但对于威尼斯居民来说，这是一场严重的灾难。高水位现象发生时，建筑的基础也因而开始腐烂，使得一些地区变得无法居住。威尼斯的另一个问题来自于大型邮轮的到来，这些庞大的船只带来大量的水流和震动，可能损坏建筑物脆弱的基础。这种邮轮运动还影响了威尼斯运河的水质，大量的废水和污染物排放进入西湖，危害了水生生物的健康。所以意大利国会2021年7月立法规定，重量超过 2.5 万吨，长度超过590英尺，或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一定标准的邮轮，自8月1日起将不得进入威尼斯西湖和运河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意大利政府还实施了一项名为 MOS 的工程项目，即实验性电击模块。这是一个由78个移动闸门组成的防御性屏障，每个闸门宽20公尺，放置在面对亚得里亚海3个水道位置上。这些闸门位于水面之下，但可以在海水位上升时升起，将西湖与亚得里亚海隔离，从而保护威尼斯免受洪水的威胁。尽管 MOS 的工程项目早在1992年提出，一直到2003年才开始建设，原计划于2011年完工，但由于种种问题，预计可能要到2023年底 ，MOS 项目才可能达到100%的运营能力。在此期间，总计已经历了31年的漫长历程。悲观主义者可能会说，整个 MOS 的项目迄今已经花费了60亿美元，比原本的预算高出3倍费用还要多，并且每次升降闸门的成本为35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昂贵且浪费的短期解决方案。但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说，即使 MOS 只能运作20到30年，考虑到每次洪水对威尼斯造成的损害，这还是值得的。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解决方案也已被提出，例如在水下注入液体水泥，或在地层下方泵入海水，以达到提升地层的作用。基本上，这是60年代排除地下水井的反向过程。拯救威尼斯的长期解决方案可能是这些建议的结合，而不仅仅是其中之一。威尼斯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只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确实会塑造我们地球的未来。而拯救这个世界上极具标志性和文化丰富的城市，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才可能达成咯。